男友的小师妹炫耀自己单手就能接生，表演失败，她看着产妇合不上的肚子，吓得扔下手术刀就跑。我大半夜接到电话，紧急赶往医院，保住了产妇性命。唐婉儿则被网暴，面临巨大惩罚。男友要帮她说话，被我死死拦住。在这个节骨眼为她说话，不仅你的结亲会取消，网友也会连着你一起网暴。唐婉儿受不了网暴跳了河，遗书字字泣血，都是对男友不站在自己这边的控诉。男友莫说什么，只是把遗书点燃。此后多年，从结亲到院士，成为医学界人人敬仰的泰斗。我生产那日，他亲自主刀，却是单手操作。他看着我合不上的肚子，拖着血淋淋的胎儿递到我眼前，你看，这不是可以单手接生吗？魏石魔要为难婉儿，如果当年我拦住了他，现在站在我这个位置的就是他。孩子被他摔在地上，我气急攻心，一尸两命。在睁眼，我看着男友为唐婉儿冲锋陷阵，他不知道那产妇是财阀的妹妹，而那财阀是个十足的妹控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意识到我回到唐婉儿表演单手接生这一天时，我第一时间将手机关了机，一觉睡到天亮。第二天手机开机，果然有99加的未接来电，前世唐婉儿就是知道自己闯了祸，连夜给我打电话求我收拾烂摊子。我不顾连着做了3台手术，刚刚睡了不到1个小时，就顶着风雪赶回医院，从天黑抢救到天亮，保住了产妇和胎儿的性命。也因此，产妇的哥哥 A 是顶级财团的掌权人，才没有给唐婉儿什么惩罚，只是让他接受应有的处分。只要唐婉儿坚持过那一阵子，之后继续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也是有可能的。偏偏她从小就被我男友秦以诚捧在手心，没受过什么委屈，看到铺天盖地的谩骂，直接跳了河。当我赶到医院，唐婉儿正跌坐在手术室门口哭，同事们忙得不可开交，手术服上都是血，都怪你，双手都发抖，你非要搞什么单手，就因为是秦主任招进来的，你就能胡作非为吗？现在好了，我们只能勉强吊住产妇一口气，时间久了必死无疑。让他哥哥知道了，我们今天参与手术的所有人都别想混下去了。手术室内传来一气滴滴的报警声，同事们一屁股跌坐在地，脸色惨白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有刚来的同事直接哭了出来，昨晚值班的怎么不是林医生？他在的话一定有办法的。这下彻底完了。唐婉儿抬头看到我的瞬间，眼睛瞬间一亮，是他。他指着我，昨晚我一直在给他打电话，但是一直打不通。害死产妇的不是我们，而是本来能救却故意关机的他。所有人猛地抬头看向我，林医生，林医生，你真的是故意关机吗？当然。唐婉儿站起身，将他打给我的99通电话拿出来给所有人看。他红着眼，一步步走向我。林医生，人命关天，我们做医生的，谁的手机不是保持24小时畅通？你不是不知道晚上有一场剖腹手术，而你是妇产科最有能力的人，这个节骨眼关机，林叔，你是何居心？啪，一巴掌猝不及防打在他脸上，我居高临下，唐婉儿，你疯了！其他科室同事听到动静都跑过来，我大声呵斥，值班表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昨晚手术的是你不是我。是我没注意手机没电，但这手术该负责的是签字的唐医生你。唐婉儿脸色一变，人命面前还分什么值班不值班？你平时不关机，就昨天关机。哼，林叔，你针对我无所谓，但不能拿人命开玩笑。他喊的那叫一个义愤填膺。有些不明真相的病人开始猜测，说我故意不出诊，把烂摊子丢给唐婉儿这个新人，就想看他笑话。还没等我说话，有同事忍不住了，唐婉儿你闭嘴，你知道昨天林医生连着做了3台大手术吗？中间就吃了2口面包，喝了口葡萄糖水，就是你平时在办公室吹空调，茶房都让我们替，哪知道林医生忙起来多辛苦，昨晚12点才回家，手机一整天没充电，回家倒头就睡，忘了充电，这很奇怪吗？昨天被我救的病人家属也跟着附和。再说，林医生在上班时间已经尽责了，昨晚根本不是他上班时间。围观病人这才明白过来，就连和唐婉儿一起做手术的同事也看不下去。行了，唐医生，昨晚确实不关林医生的事，
要怪就怪我倒霉。唐婉一个踉跄，直接坐地上，嘴唇都白了。都围在这儿干嘛？院长一声怒喝，身后秦以诚沉着脸快步走来。我刚要开口，他直接无视我，走到唐婉身边，轻轻把她扶起来。乖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院长一来，大家很快就散了。我被院长叫到办公室，门一关，他那威严的表情立马没了，满脸惊慌。小林啊，虽然这事和你没关系，但这产妇你一定得救啊！她是顾怀瑜的妹妹，要是死在我们医院，从上到下都没好日子过，包括你。我叹了口气，其实我敢关机，是知道同事能拖住产妇性命，就算睡醒再去也能救，这样才有谈判的余地。我看着院长，今天这事唐婉儿有责任，秦以诚也跑不了。院长一愣，我把一份秦以诚签字的文件递过去，唐婉儿单手接生，是秦以诚批准的，我们担这么大风险，都是给他们俩擦屁股。院长，我可以收拾烂摊子，但要惩罚的不光是唐婉儿。我双手压在桌上，不把秦以诚处理好，以后还得出事，到时候我可不敢保证还能救医院。院长脸色凝重起来，秦以诚是他嫡系，医学院就跟着他，但涉及医院核心利益，嫡系也得处理，更何况还得靠我救顾总的妹妹顾真真。这混蛋仗着我提拔，什么都敢干。他把协议狠狠拍桌上，你放心，他马上申请的结清我不批，升职报告也毙掉，以后只能在基层打杂，医院核心岗位别想再进去。我笑了笑，签了字，这就意味着秦以诚前世从结清到院士的路断了。从早到晚，顾真真生命体征慢慢恢复正常，胎儿也保住一口气，在监护室被密切观察。我手术服全是汗，刚出手术室，扑通一声就摔倒在地，同事给我灌了一整瓶葡萄糖，才缓过神来。之前和唐婉儿一起做手术的同事哭着拉住我的手，谢谢你林医生，没你我们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是啊，顾怀瑜就是个疯子，要是知道妹妹死在我们这儿，家人都得遭殃。我安慰了同事，总算能下班回家休息。刚到地下车库，背后有脚步声，我一回头，没人。我嘀咕一声继续走，眼前突然一黑，我拼命踢打，还是被拖进小黑屋，右手被抓住按在桌上。昏暗灯光下，我隐约看到眼前人的轮廓，秦以诚。抓我的手僵了一下，我被绑在椅子上，拼命挣扎。阿成，是你，我知道是你，你要干嘛？我们可以谈，求求你放开我，我可是救了唐婉儿的命啊。面前这人停顿了下，在开口时只剩一声叹息。不，虽说你让他躲过顾怀瑜的惩处，可到底还是让他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。抱歉，你要是真想帮他，就只能断一只手，这样一来，大家就不会觉得手术是你做的，而会把力挽狂澜的功劳归给婉儿。同事那边我会去交代，你救人的手术记录我也会删掉。舒儿，这次就帮帮他吧。我眼睛瞪得老大。阿成，砍刀高高举起，我拼命挣扎，我是医生啊，手断了我还怎么活？砍刀一顿，昏黄灯光映出他眼中闪过一丝不忍。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舒儿，等等，我大喊，你断我手，自己也别想当医生。他摇摇头，舒儿，王院长是我恩师，他不会让事情发展到那一步。放心，我有本事留在医学界，护你一辈子。他已经放弃你了。他身子猛地一僵，随后轻笑，不会的。砰啊！我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额头的细汗混着泪水滑落。就因为一句救他的承诺，秦以诚竟能做到这种地步。我感觉不到右手了，根本不敢转头去看，不敢想象右手成了什么模样。舒儿，没事了，没事，乖。毛巾裹住我的右手，秦以诚在我右手腕轻轻一吻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我声音颤抖，滚，舒儿，滚开！我剧烈喘息着，秦以诚这才放开我。舒儿，我对不起你，但在事情尘埃落定前，委屈你在这儿待着，婉儿的名声不能受损。我边笑边落泪，你就这么怕我出去说出真相？对不起。门在我面前关上，屋子彻底陷入黑暗，我的意识也逐渐混沌。再次醒来，是被秦以诚抓着胳膊摇醒的。林叔，林叔，你醒醒！顾真真怎么又大出血了？你不是把人就回来了吗？右手早已麻木，没了知觉。我看着眼前目眦欲裂的男人，冷笑一声，伤那么重，后续治疗得跟上啊。
哪能做一次手术就万事大吉了？秦以诚抓我的手更用力了，你怎么不早说？随后像想起什么，又急忙松开我，拉住我的左手就要往外走，快稳住顾真真的病情，不然婉儿会被追责。秦以诚，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我的手断了。他猛地顿住，缓缓看向我的右手，瞳孔瞬间一缩。没关系的，我听到他微弱的声音，单手也可以的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舒儿，你这么厉害，单手肯定也行，对吧？我的左手在他脸上留下个血掌印，全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你真信唐婉说的，手术能单手做？秦以诚喃喃道，不会的，婉儿说单手可以的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断手，不顾我疼得龇牙咧嘴，没事的，舒儿，你试试，说不定行呢。你不出手，婉儿就得担罪责了。砰！门被一脚踹开，身材高大的男人满脸阴鸷，西装领带都被扯歪。你们对我妹妹做了什么？顾怀瑜的声音充满杀气。他身后，唐婉儿被保镖死死控制，嘴角还带着血丝。我看向顾怀瑜身后，院长，林医生。院长目光落在我的断手上，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顾怀瑜手拍在院长肩膀上，是你们自己说出真相，还是我亲自查？院长身子一抖，要是被顾怀瑜亲自查出真相，后果可比主动坦白严重多了。我左手指向唐婉儿，是他非要单手接生，才碰到主动脉，导致产妇大出血。你胡说什么？院长突然厉声呵斥，明明是你想压唐医生一头，故意炫耀单手操作，出了事又想自断右手，假装自己没做过手术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院长，王院长，你说什么？记录显示主刀的是唐婉儿，他一个新人，让他背锅还不容易。他已经走到我跟前，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，对不起，但你右手废了，以后也没什么用了。唐医生虽说技术生涩，以后还是有可能成为名医的，之前的协议就忘了吧。顾怀瑜嘴角的笑意慢慢消失，找4辆车拴住这贱人的手脚，朝不同方向开。我倒要看看最后他能变成几块。说完，他注意到我的断手，挑眉，忘了，你有只手已经废了，那就拴脖子吧。说完，保镖真的拿来绳子，把我的4肢和4辆劳斯莱斯绑在一起。我拼命挣扎，秦以诚小声安抚，顾总不会真杀人，他就是想折磨折磨你以示惩戒，乖，忍过去就好。身后，唐婉儿呜咽出声，秦以诚急忙转身，大步朝唐婉儿跑去。汽车引擎发动，我声嘶力竭，谋害你妹妹的另有其人，我有证据。顾怀瑜皱眉看向我，我死死盯着他，批准单手接生，事后毁灭证据，包庇凶手，欺骗顾总的人，我都有证据。顾总，他疯了。王院长陪着笑去拉顾怀瑜，顾怀瑜红着眼把人甩开，俯身对我说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是什么？顾怀瑜声音冰冷。院长和唐婉儿忍不住紧张起来。监控视频。顾怀瑜听到这话，差点笑出声。动手。顾总。我转头，唐婉儿明显松了口气，嘴角带着不出所料的神情。院长更是叹了口气，有些好笑地看着我。是啊，老油条院长怎么会不及时清理监控，给顾怀瑜处置医院的借口呢？可是我一笑，是销毁了，但我有备份啊。什么？唐婉儿和院长几乎同时惊呼。重生后我就在收集唐婉儿任性妄为的证据。我知道，光同事的见证没石磨说服力，人是会改口的，只有监控不会。放映室内，院长一脸祈求，顾总，这监控肯定是造假的，唐医生不可能拿人命当儿戏啊。唐婉儿早就脸色惨白，说不出话。秦以诚一把抓住我的左手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怕被顾总惩罚，但你不能拉着所有人陪葬啊！你这样不仅自己脱不了罪，还会让顾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。啪！杯子被砸在地上，顾怀瑜眼神几乎要喷出火来。你们医院当我顾怀瑜是傻子吗？他身边技术人员已经确认监控是真的。砰！院长腿一软，直接跪了下来。秦以诚赶忙跟上，顾总，婉儿是被陷害的。唐婉儿眼泪掉下来，战战兢兢地看着顾怀瑜。顾怀瑜的视线落在我的右手上，眼睛一下子红了。让艾瑞克立刻给我回国，要是治不好林医生的手，他也别在顾氏干了，给我滚蛋！我不知道顾怀瑜对院长他们做了什么，因为他把我好好养了起来，他清楚能救他妹妹的只有我。每天他都亲自来看我手的恢复情况，
好在他找来的艾瑞克医生是骨科界的泰斗，那个不可一世的顾怀瑜居然直接跪在我面前。珍珍虽然暂时保住一口气，但要让他醒过来，我知道只有林医生你可以，他是我的命，希望林医生别计较之前的事，救珍珍，要我这条命都行。我急忙拦住他要磕头的动作，医者仁心，我能救当然会救。右手恢复那天，我重新拿起手术刀，在我的操作下，顾珍珍的各项生命体征逐渐恢复正常，手术成功，麻药失效，顾珍珍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。珍珍，那天顾怀瑜喜极而泣的事儿，在顾氏集团传得沸沸扬扬，我呢，一下子成了顾氏的大功臣。顾怀瑜大手一挥，说送我30%的股份，乘卡车的奢侈品摆满长街，可我都拒绝了，跟他说，顾总找人治好我的手，我帮顾总救回妹妹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他红着眼看我，秦以诚他们，我绝不会放过。我点点头，顾总随意，反正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离开顾氏的时候，顾怀瑜亲自送我，搞得一些合作商还以为我是什么商界大佬。医院经过整顿，工作环境舒心多了，我过了段轻松的日子。直到这天我下班，走到地下车库，刚要上车，突然胸口一阵剧痛，我低头，只见带血的刀尖从背后穿出，血水顺着胸口滴答滴答往下流。顾总，我捂着心口靠在车上，看着背后双眼通红的男人，根本不敢相信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昏迷前听到他冷冷地说，林医生，这盘棋下的可真大啊。等我苏醒才知道，顾怀瑜决定彻查这事儿，把相关的人都关起来严刑拷打。结果秦以诚居然坦白说，他和我合谋做局。我被扔到地下室，看到被绑着浑身是伤的秦以诚，顾怀瑜开口，你不是喜欢青梅竹马的唐婉吗？怎么之前故意让他单手接生搞砸手术？什么？我难以置信地看向秦以诚，他虚弱地说，不这么做，顾总怎么会亲自插手？我们又怎么能接近顾氏这么大的家族？秦以诚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咬牙切齿。他看着我，别装了，舒儿，我都坦白了，利用婉儿制造医疗事故，再由你力挽狂澜，成为顾家大恩人，好处就当我们未来的结婚基金。你忘了？谁跟你说过这些？我挣扎着想起来，却被保镖死死按住。秦以诚笑起来，你还装？我本来想把秘密带进棺材，可你居然背叛我，你爱上顾总，拒绝他的好意，还想借顾总的手杀了我，对吧？亲爱的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我没想到他编出这么离谱的谎言，你这么说，证据呢？秦以诚看向顾怀瑜，递过去一张纸条，顾总可以查查令妹体内有没有这种成分，虽然不会致命，但也永远不会痊愈。林医生就是用这个特效药和顾氏深度绑定。顾总，等我真被你们打死，令妹再次发病，就是他回来上位的时候。秦以诚，我刚开口，顾怀瑜的人就给出肯定回复。顾怀瑜看我的眼神瞬间充满恨意。顾总，那些剂量没事的，令妹2次徘徊在生死边缘，必须用猛药刺激，我控制了用量，不会出事。秦以诚还在添油加醋，我可从没在任何医学教科书上见过这种用法。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如果都按教科书，我救不了那么多人。呵呵，顾怀瑜眼神已经失去理智。好，很好。他声音颤抖，难怪珍珍这么久没恢复，原来是你这个贱人。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目眦欲裂，你算什么东西，还妄想让我喜欢上你？你知道珍珍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呼吸困难，指甲抓破他的手。我没有。顾总，秦以诚又说，令妹中毒已深，现在只有唐医生能救她。顾怀瑜红着眼看他，那个单手接生的贱人。顾总，婉儿是被我们逼的，他可是海归博士，怎么可能就那点本事？顾怀瑜松开我，看着我脸色青紫，大口喘气的样子，吩咐手下把我拖到顾珍珍的病房。唐婉儿已经把药喂进顾珍珍嘴里。不要！我大喊。顾怀瑜拉住我，你想干石磨？我紧紧抓住他的手。顾总，珍珍身体虚弱，用这么猛的药，只会提前耗尽精气，最后只有死路一条。砰！我被一把推倒在地。顾怀瑜红着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敢咒他？哥，顾珍珍有了精神。珍珍，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顾珍珍摸摸自己，我感觉好多了。顾怀瑜喜极而泣，只有我心急如焚，扑上去掐住他的下巴。
去扣他的嗓子，吐出来，你会死的。林叔一股大力把我推开，顾怀瑜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你就这么想杀了珍珍，当你的顾太太吗？顾总，我来人，扔到万蛇窟。顾总，我瞪大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在被拖出去前，我还在大喊，必须催吐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放开，你们放开。唐婉儿眼睛一红，姐姐，为了当顾夫人，你连人命都不顾了吗？你可是医生啊。顾珍珍昏迷太久，根本不知道是谁一次次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，看到唐婉儿哭，她脸上也露出不满，哥，这个医生怎么这么坏，非要我死了他才开心吗？顾怀瑜见妹妹皱眉，脸色更难看，还愣着干石磨，扔进去。不要，我最怕蛇了。而顾怀瑜就爱养各种奇奇怪怪的蛇，那些花里胡哨的蛇缠在一起。保镖毫不留情地把我一推，我掉进蛇堆，黏腻潮湿的气息瞬间将我包围，胸口的伤还没好，我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任由蛇的尖牙刺入皮肤。顾怀瑜的蛇虽然没毒，可都爱咬人，到最后我对疼痛都麻木了。等我再次被捞上来，顾怀瑜猛地拽住我，急切道：珍珍吐血了，你快去救她，快呀！我被扔到床边时，顾珍珍吐出的血已将床单染得血红一片。见状，我闭上眼睛，无奈道：没用了。怎么会没用？顾怀瑜用力抓紧我的肩膀，你可是最厉害的医生啊，你都没办法，别人更不行。我嘲讽一笑，唐医生比我厉害多了，顾总怎么不去找他？顾怀瑜的眼神瞬间充满恨意，但更多的是懊悔。那个贱人和你前男友一起失踪了，我对此并不意外。唐婉儿喂药的时候，估计就盘算好后路了。这段时间，他从顾怀瑜那得了不少赏赐，顾家随便露点，都够他俩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现在恐怕早销声匿迹，跑到国外去了。我看向顾珍珍，她已说不出话，鲜血不断往外涌，看我的眼神满是祈求。我摇摇头，刚用药时催吐还有希望，这都过去这么久，就是神仙来了也无力回天。说着，我一阵眩晕，身子晃了晃往下倒，被顾怀瑜紧紧抱住。这时他才发现我身上布满牙印。林医生，他声音颤抖，林医生，快来人，给林医生包扎。迷迷糊糊中，感觉手被人用力握住。顾怀瑜带着哭腔，我答应你，让你做顾太太，你救救珍珍，求你救救珍珍。我嘴角扯出一抹讽刺的笑，我为什么要做顾太太？我又不喜欢顾总。他眼中闪过震惊与懊悔，缓缓松开我的手，跪在我身旁，满眼绝望。等我包扎好，站在顾珍珍病床前，顾怀瑜直接跪在我脚边，林医生，您到底怎样才肯救人？我这条命给你，整个顾氏也给你，行不行？说着，竟真抽出匕首，对着脖子就刺下去。我赶忙一把攥住他手腕，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。我叹口气，医者仁心，能救我当然会救，但医生也不是万能的。他红着眼，你还在怪我，对不对？我看着他，又叹口气，顾总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说完，我松开他，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男人崩溃绝望的嘶吼。我身体恢复得不错，休养一阵后重新入职，可刚上班不久就被拉去一场宴会。宴会上，顾怀瑜西装革履，微笑着看向我，只是那笑容中满是死气。林医生，还认得他们吗？保镖押出几个人，我瞪大眼睛，唐婉、秦以诚、院长，他们嘴里塞着抹布，惊恐地看着我。啪，长鞭抽在三人身上。顾怀瑜笑得危险又讽刺，一群蠢货，真以为跑到国外我就找不到你们？他用拇指和食指搓了搓手上的鲜血，冷笑一声，你们几个假死逃走的，对吧？他挑起唐婉的下巴，可惜只有真死了，我才找不到你们，要不我来帮你们一把。唐婉瞪大眼睛，拼命摇头，可根本没用。顾怀瑜笑着冲我举杯，林医生，好好享受这场盛宴。4辆劳斯莱斯停在广场，唐婉被推出去，四肢绑在不同车上，引擎发动。我闭上了眼睛，秦以诚则瞪大眼睛，目眦欲裂地看着这一切。秦哥哥，救我！鲜血溅到秦以诚脸上，他嘴里抹布被扯掉，第一反应就是对我破口大骂。林叔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人在你面前死，你这贱人不得好死！莫等我开口，顾怀瑜打个手势，他就被拽起来，
刚才的嚣张尽而全无，脸色惨白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一块冰放在他脚下，上吊的颈绳套在他脖子上。顾怀瑜请我坐下，与我碰杯。林医生觉得他能坚持多久？林叔，秦以诚站在冰块上，脚下不停打滑，却必须站稳，不然就真会被吊死。林叔，你说句话呀！他满眼期待地看着我。院长被绑在椅子上，看到这一幕，地上多了滩水渍。见我悠然喝了口红酒，秦以诚快疯了。林叔，叔儿，顾总听你的，你快让他放了我啊！我们这么多年感情呢？秦医生和唐医生青梅竹马，感情不是更深吗？秦以诚脸上满是绝望，年少情谊，更多是亲情，我和你才是真爱啊！直到这时我才明白，秦以诚之前那么嚣张，很大程度是认定我会为他求情，可看我毫无此意，他慌了，脚下冰块已融化一半，他最后一丝骄傲也没了。舒儿，我求求你，舒儿，眼泪流了下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哭。我一笑，远远冲他举了举杯，冰块快化完了，他脸色变得青紫，拼命踮起脚尖，却只是让小腿抽筋，最后把自己送上绝路。顾怀瑜站起身，转头看向院长，现在只剩最后一个。砰！椅子倒地，保镖赶忙上前查看。顾总，其中一人抬头，他被吓死了。顾怀瑜一愣，笑得讽刺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结束时，顾怀瑜约我到江边，保镖递来一份完整的股权转让协议。我察觉不对，抬头一看，江边背对着我站着一人，顾怀瑜。我大喊，他转过身，风中抱着一个人，顾真真在他怀里，已没了生命迹象。他看着我，苍凉一笑，真真死了，我活着也默念想了，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，我拥有的一切都归你了。话刚说完，他向后一仰，顾怀瑜，我伸手去抓，可他已坠落在风中，沉入江底。滚滚长江水带走了这对兄妹。我攥着他留下的遗嘱，上面明确表示，所有一切由我继承。他的律师走到我身旁，请我回去走法律流程。我看着滔滔江水，只剩无尽唏嘘。全文完。第二个故事，一次意外让我和7年前的自己通上了话。听到未来的我和谢晨要订婚了，他激动地在床上打滚，说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孩。幸福吗？我苦笑不语，默默给他看我的满身狼狈。那个温柔的谢学长早就不在，只有一次次纵容别人辱骂我是心机婊，订婚前要我去给他初恋全家磕头道歉的谢晨。所以这样的未来你还要吗？7年前的我眼中失了亮光，过去被改写。谢晨，这次我们再也不见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我和谢晨的订婚宴上，当红小花柳朝颜和他的家人来了，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勾走。谢晨也放开我的手，和他妈妈一起迎了上去。刚才还板着脸的谢母立马笑着拉过柳朝颜的手寒暄，朝颜，你们可算来了。柳朝颜熟练地同他们谈话，周围有不清楚的人开始好奇我们的关系。谢晨的兄弟指着我，轻笑一声，这个啊，靠爬床上位的，也不是新鲜事了。每逢有人不知道，他们都要把我当年的事迹宣扬一遍。大学时我和谢晨一个社团，追求他2年，他和自己的青梅竹马柳朝颜在一起了。见他名草有主，我也放弃了。谁想社团的一次聚会，让我和他睡在了一起。那天柳朝颜很是热情地向我和谢晨敬酒，我酒量不好，很快醉了。我记得当时没看错门牌号，是回了自己房间，但第二天门被推开，柳朝颜带人捉奸，我光着身子躺在了谢晨的床上，身上满是红痕。柳朝颜当场就哭了，谢晨披起衣服，更是气愤地质问我。大家心里，谢晨最是枝节首理，而我则是个痴恋谢晨的学妹。没有人信我的解释，他们都骂我不知廉耻，是个不择手段的心机婊。更是在我返校后，在学校群里传播。后来柳朝颜和谢晨分手出国，我彻底成了众矢之的。大家为柳朝颜抱不平，骂我小三不要脸，举报掉我的奖学金还有保研机会。谢晨本来不打算管我，结果发现我意外怀孕，迫不得已对我负责，跟我在一起。但正如别人说的，得到了人也得不到心，爬床的心机婊成了我一生都洗不掉的标签。听完这段事，所有来宾唏嘘，
我就说，谢家怎么要娶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？你瞧他和他妈那股穷酸样，不用这种下作手段，怕是这辈子都接触不了上层人。妈妈陪我站在角落，无措地看着我，低声道：绵绵，对不起，要是妈厉害点就好了。我鼻子发酸，瞬间红了眼。妈妈是个服务员，她为别人弯了一辈子腰，所以她让我好好读书，今后不要再弯着腰被人欺负。可是我却在订婚宴上带着她一起被人嘲笑，我情愿她骂我一顿，可妈妈从不会怪我，她只会怜惜地拉着我的手叹了一声又一声气。整个订婚宴没我什么事，他们忙着为柳朝颜拉资源，直到结束，我和谢晨回了谢家。到了家，他早早睡下，我才到阳台，夜风吹得人发凉。我拿出手机问道：所以现在呢？你还希望我留下来吗？电话那头是7年前的苏眠，我俩一个还对未来满怀期待，一个却心如枯木。毕竟有那种误会，学长可能只是暂时放不下，好不容易订婚了，你真的不坚持一下吗？其实今天我一直开着手机通话，哪怕听到所有事情，他依旧弱弱地劝着我。也是，听到的故事远不及亲身经历的感受深刻。7年前的苏眠，认识的还是个那个会为我耐心讲题、赶走流氓的谢学长。半晌，我发出轻轻叹了一声。对了，你说过我和学长有了一个孩子，对吧？那个孩子现在应该7岁了吧？我可以听听他的声音吗？他的声音满怀期待，而我只冰冷回道：早死了。当时柳朝颜已经出道，在学校里有几个他的小粉丝，他们故意等在我即将临盆时将我推下楼梯。那个即将出世的孩子死了，谢晨准备追责，远在国外的柳朝颜打来电话为他的小粉丝求情，谢晨就放弃了，同时还不许我报警，他说是我作孽才害死了那个孩子。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，我独自待在医院，看日升又日落，眼中却空无一物。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症，要我放宽心，多和家人沟通。我点头应下，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5年来也没有任何人发现。第二天醒来，下楼就看到谢母正拉着柳朝颜吃饭。柳朝颜前年回国，一回来谢晨就动用谢家资源把她捧红，谢母还当着我的面把她带回家，惋惜她被我这个小人算计。他们正聊得开心，见我走近，柳朝颜突然说：我听说谢家有个祖传手镯，是传给儿媳的，伯母你怎么不给绵绵？谢母冷哼一声，她也配？下作的东西，别玷于了谢家祖传手镯。柳朝颜装作很为难的样子，眼里却藏不住得意。伯母，毕竟她和谢晨订婚了，这么说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朝颜你放心，伯母心里你才是谢家儿媳，那女人我这辈子都不会承认。谢母估计也挺气，孩子没了，柳朝颜也回来了，谢晨居然还没甩了我，甚至还和我订婚。不过这些年我早习惯了，默默走到一边刷手机，刚点开软件，头条就是当红小花柳朝颜疑似谢氏集团未来儿媳，柳朝颜还用私人好点了赞，底下评论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喊磕到了。柳朝颜的粉丝更是得意，我们朝颜太牛了，连谢总都能拿下。只有我悄悄发了条评论，可我老看见谢总身边有别人，那才是他女朋友吧？刚发出去就被柳朝颜粉丝围攻，哪来的野鸡，敢跟我家朝颜抢男人？宝，你肯定看错了，要是真有女朋友，这词条怎么可能在热搜挂这么久？对啊，我们谢总就是吃醋朝颜身边帅哥多，偷偷宣示主权呢。回复越来越多，我一条条往下滑，很快没了力气。我以为这些年我习惯了，可胸口还是闷得难受。他们说的没错，这一切不都是谢晨默许的吗？电话里7年前的苏眠不停小声安慰我，说那些粉丝在乱说，谢学长知道肯定会管，谢晨追求者多，我曾因这被人造黄谣，他当时直接带我上去扇了那人一巴掌，但那都是过去式了。谢学长，我冷笑一声，你真觉得你那谢学长会管？我和7年前的自己立下赌约，赌约很简单，如果谢晨再为了柳朝颜让我受委屈，他就输了。我要他从此远离谢晨和柳朝颜，我要从过去改变未来。1周后，5年前的我会拒绝聚会邀请，和谢晨断了联系，我会顺利毕业保研，不用再背着骂名抬不起头。晚上，谢晨一身酒气回来，我直接找他让他解释清楚，他瞥我一眼，这点小事也闹。我衣袖下的手止不住颤抖。5年来，我第一次忍不住冲他大喊：
谢晨，你要是放不下柳朝颜，就光明正大的和他在一起。我话音刚落，谢晨冷笑，我和柳朝颜一直光明正大，爱在背后耍心机的是你。学长，谢晨突然愣住，这是7年前苏眠喊的。我像脱力般接着说，我不想再被困在过去，困在这了。我不想每晚噩梦缠身，梦里全是孩子哭声，更不想像个罪人，谁都能辱骂我。我明明说过，我回的是自己房间，可魏石魔没人信。可没想到，谢晨脸色黑得吓人。苏眠，你当年能爬上男人床的下贱货，现在又装什么无辜？他死死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按倒在床上，我挣扎着让他住手，谢晨动作却越来越粗暴，直到我嘴唇被咬破，下身像撕裂般疼痛，一切才停下。谢晨喝多了，很快睡住，我强撑着起身，苦笑着宣布，苏眠，你输了。对面沉默许久，才轻轻回我知道了，我会履行赌约。隔天是母亲节，我满心欢喜跑去妈妈工作的地方，打算接她下班去好好玩一趟，哪晓得突然冲进3个混混，一把将妈妈打倒在地，我吓坏了，赶紧冲过去护住妈妈。带头的混混嚣张地吼，老东西，养出个爬床的小三女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原本想帮忙的路人一听这话，都停下脚步，用怪异的眼神打量我和妈妈。另外2个混混把我拉开，按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另一个人对着妈妈拳打脚踢。你们有事冲我来，放开我妈！我看着妈妈被打得浑身是血，从不停求饶到没了声音，又怕又急，哭着向周围人求救，可根本没人理我。直到保安赶来赶走那几个混混，我颤抖着拨打120。到医院后，护士却告诉我医院人手不够，主刀医生都在做手术。我想起谢家认识几位医生，赶忙跑去求助，结果发现他们都聚在一处，原来是刚刚剧场出意外，柳朝颜手划伤，还受了惊吓。谢晨心疼他，把所有医生都叫去给他做检查。病房外，我看到柳朝颜躲在谢晨怀里发抖，他正轻声哄着，满眼都是紧张。我冲进病房，声音沙哑，谢晨，我妈快不行了，求你分个医生过去。柳朝颜立马眼眶泛红，紧紧抓住谢晨袖子，我心脏好难受。谢晨看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，苏眠，朝颜都这样了，你非要这时候吃醋，还拿你妈当借口。我直接跪下去，抓着她衣袖哀求，是真的，我没骗你们，我妈妈情况很危急。谢晨不耐烦地说，等着，时间一点点过去。我心急如焚，柳朝颜明明看起来没事模式，却一直喊不舒服。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医生有空，可这时抢救室警报声响起，我不顾一切冲过去。等赶到时，只看到护士缓缓盖上白布，医生护士不停向我道歉。我瘫倒在地，看着妈妈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。今天明明是母亲节，我是要带妈妈去玩的。过了一会儿，谢晨也来了，看到这场景愣住，这才知道我默骗他。他走过来跟我道歉，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。这时我接到警察局通知，说闹事的3个混混找到了。我擦前眼泪，急忙赶过去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谢晨也说会帮我报仇。等我们赶到，却发现柳朝颜也在。柳朝颜一见到我，哭着就给我跪下，说那人是他哥哥，想给他出气，又被人怂恿才这么做的。苏眠，我会赔钱给你，求你放过我哥吧，他还要考公呢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只觉得荒唐至极。他看求不动我，又跑去求谢晨，而谢晨竟然答应了。苏眠，算了吧！我崩溃的尖叫，你凭什么让我算了？我死都不会放过他们所有人。苏眠，当年要不是你搞出那些事，你妈也不会被打。我脑袋嗡的一下，最后一次无力的解释，到底要我说多少次？那天我回的是自己房间，最后我被谢晨逼着签下谅解书。他说以后就当以前的事都没发生过。可到底是什么样的罪过，要用我孩子和妈妈的命来偿还？我独自走在路上，把刚才的事告诉7年前的苏眠。这次他什么都没说。如果一开始答应赌约还有不甘，那现在他心里和我一样，只剩死寂。挂了电话，我发现自己走到岸边，河里有个溺水小孩在求救。我想都莫想，直接跳下去把孩子救上来。等游到岸边，却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我昏迷了6天，醒来看到谢晨守在床边，满脸疲惫。苏眠，我说了往事翻篇，以后我会替阿姨好好照顾你。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他
他以为我是故意跳河自杀威胁他，可谁稀罕他照顾，谁又同意翻篇了。谢晨一招手，叫来了他和柳朝颜的朋友，他们进来假装友好的和我聊天，还祝我幸福。可一转身，在走廊里，他们围着安慰柳朝颜，朝颜，别跟那心机婊生气。对啊，居然玩自杀博同情，真让人恶心。就他做的那些脏事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，真可笑。谁要他们原谅？他们打着为柳朝颜报仇的幌子，对我肆意嘲讽辱骂，举报掉我的奖学金和保研名额，还煽动全校孤立我。我上班后，不管换什么工作，他们都跑到我公司大闹，害我5年都升不了职，只能一直做底层工作。只要我稍微反抗，他们就跑去跟谢晨装可怜，口口声声说我是绿茶，其实他们才是最虚伪恶心的人。好在我就要摆脱这群人了。我看了眼日期，就在明天，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当天检查没问题后，我就出院了。回到谢家，家里佣人对我恭敬了不少，连谢母也勉强来跟我搭话。谢晨大概觉得这就是他给我的好结局，他和柳朝颜原谅我，周围人也愿意接纳我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不过是个开始。晚上，谢晨睡了，我拨通电话，电话那头声音无比轻松。柳朝颜今天好几次邀请我去参加聚会，我都拒绝了。你放心，我会远离谢晨，远离所有人。他长舒一口气，最后说，所以，苏眠，向前走吧。妈妈给我取名苏眠，苏眠是苏醒的意思。她希望我永远有坚韧的勇气，熬过寒冬，在春天焕发生机。我不该背着枷锁困在这个地方。那天晚上，我站在阳台，看着晨光慢慢破晓。在最后的时刻，我转身看着床上熟睡的谢晨，平淡地说，谢晨，再见，我们再也不见。第二天，谢晨起床，看到床上空着的另一半，不禁皱起眉头。昨天他做噩梦了，梦里我在消失，他怎么都抓不住。谢晨匆忙起身，打量房间，总觉得空荡了许多。下楼，看到谢母坐在餐桌优雅地吃早点，他问道，妈，绵绵呢？谢母奇怪地看着他，什么绵绵？他抬头看向谢母，声音有些不安，妈，苏眠是我未婚妻，我们在一起7年了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谢母皱眉，走过来伸手探他额头，儿子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你哪来的未婚妻？谢晨脸色不太好，妈，别开玩笑了，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会接纳苏眠的吗？谢母更无语了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苏眠，这是你在外面的朋友。谢晨开始慌了，他不停地问保姆、管家、厨师长，可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样，我们不认识苏眠。谢晨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他急忙掏出手机，手指颤抖着翻通讯录，来回划了好几遍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名字。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，又点开相册疯狂翻找，可所有和我有关的照片都不见了。所有人疑惑的表情都在告诉他，他们没说谎。谢晨如遭雷击，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突然转身冲向楼上卧室。他终于发现房间不对劲，我的衣服，我的物品全都消失了。我仿佛从未在这个家存在过。他冷汗湿透衬衫，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很快抓起车钥匙冲出门。谢晨跑到我公司，问遍同事，大家都说根本不认识我，直到一通电话打来，是当年和我们同社团的同学，你还记得苏眠吗？他声音颤抖地问。记得啊，大学一个社团的吗？谢晨眼中刚亮起一点光，就听对方接着说，不过大3他就退社团了，后来也没跟我们联系，听说现在都结婚了。一瞬间，他如坠冰窟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谢晨这才明白，他所处的世界改变了。他开始疯狂搜索我的信息，终于找到我现在的住址，立刻赶了过去。我家房门被敲响，我看着门外的人有些意外。在这个未来里，我一毕业就删了所有人联系方式，早就和他们断了联系。他试探着叫绵绵，我忽然明白，谢晨和我一样有原来的记忆。我往后退一步，冷漠地看着他，学长，你找我有事？那件事后，谢晨不许我振魔喊他，说听着恶心，而现在再次听到这称呼，早已没了往日亲昵，只剩满满的疏离。苏眠，你是记得的，你是在跟我闹脾气对不对？他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我忽然笑了，转头朝屋里喊，老公，有客人。穿着居家服的男人从厨房走出来，手上还沾着面粉，
他亲昵地搂住我的腰，对谢晨点头，这位是大学学长，突然来拜访。我歪头靠在他肩上。对了，宝宝该换尿布了。谢晨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看着我丈夫自然地走进婴儿房，里面传来软糯的咿呀声。苏眠，我才是你未婚夫，我们从大学就认识，在一起7年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他声音嘶哑，他在等我回应，而我只是默默转身，从抽屉拿出烫金请柬递给他。下周日我女儿周岁宴，学长有空可以来。谢晨没有接。这天回去，他喝了很多酒，他以为这只是一场噩梦，醒来就会恢复原样。可直到他喝到吐进医院，醒来一切依旧没有改变。接下来那段时间，谢晨把公司的事儿全抛在脑后，整天围着我转，一心想唤醒我的记忆。直到我老公实在忍无可忍，警告了他，谢晨失魂落魄地回到家。谢母还以为他中邪了，天天请道士到家里做法。也就是这时，谢晨发现谢母有点不太对劲。以前家里一有点事儿，谢母总爱找柳朝颜商量，可自打这世界发生变化后，谢母就再也没提过柳朝颜的名字，连柳家都没提过。谢晨跟谢母说了自己的疑惑，谢母又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小陈，你是不是真失忆啦？那家人不安好心，你不是向来最讨厌他们吗？谢母说完，留下一脸疑惑的谢晨就出去了。当天晚上，谢晨做了个梦，梦到7年前大学时候的事，还是从那次聚会说起。柳朝颜突然提议，大家大3快出去实习了，在这之前得好好聚一聚。以往只要有活动，谢晨参加，我肯定也会在场，但这次我却冷淡地拒绝了。可更奇怪的是，柳朝颜见我拒绝，眼中竟闪过一丝慌乱，还一反常态，连着好几次邀请我参加，直到最后发现根本劝不动我，才恨恨地放弃了。结果那次聚会出了事，柳朝颜在聚会上一个劲儿地给另一个暗恋谢晨的女生灌酒。后来那女生的遭遇和我一样，她明明回的是自己房间，却莫名其妙出现在谢晨床上。不过那女生比我幸运，她跟柳朝颜压根不熟，见柳朝颜突然找她搭话，还拉着喝酒，心里害怕，就趁去卫生间的机会催吐了，所以中途就醒了。她大喊大叫说柳朝颜捣鬼，要报警。柳朝颜却淡定地表示没证据，别乱诬陷人。大家提议调监控，可酒店老板却说这条走廊的监控最近坏了，正在维修。一切都太巧了。谢晨察觉不对，稳住那女生后，开始暗中调查。随后发现了真相，柳朝颜跟酒店老板认识，监控是故意弄坏的。他拼命给那女生灌酒，还想把人送到谢晨床上，就是为了找借口分手，因为他出轨了。谢柳两家交情深厚，柳家为了继续和谢家攀亲，拿多年情谊道德绑架谢家，让谢晨答应这门亲事。可两人婚约刚定下没多久，柳朝颜就结识了另一个富二代，他家财力远超谢家，但当初自家死乞白赖逼对方答应，现在又因这种理由毁约，传出去名声不好，所以干脆把责任推到谢晨身上。事情败露后，柳朝颜苦心经营多年的伪装被拆穿，所有人都在背后骂她心机女，纷纷远离她。柳朝颜一气之下，干脆提前出国了。尘埃落定后，谢晨突然想起，柳朝颜最初计划的对象其实是我。谢晨担心的来找我，问我有没有事。我当然没事，自从远离他们，我的生活平静得很。他这才松了口气，可很快又发现不对劲。7年前我还是喜欢围着他转的学妹，却突然开始疏远他，甚至直接退了社团，和社团里所有人都断了联系。谢晨起初还不敢相信，可很快就确认了。他拦住我问，为什么要退社，还疏远我？他脸上满是委屈和不甘，这让我心里一阵刺痛。我曾经真的很喜欢他，军训我中暑，是他背我去医院，山上露营我休息时，他在旁边给我轻轻打扇赶蚊虫。可为什么那个温柔的谢学长会变成后来那样？7年后的苏眠，被折磨得伤痕累累，声音像枯木一样，光是听到就让人心惊。现在未来被我改变，或许我不会再经历那些痛苦，但如今看到谢晨，我再也想不起那些美好回忆，想到的只有因他死去的孩子和妈妈。没什么，就是不想再见了。我转身就走，他却一次次追上来，想拉我的手，都被我一次次甩开。谢晨这人很奇怪，以前他没和柳朝颜交往时，我黏着他，他明明知道我的心思，却既不拒绝也不答应。
就默许我待在他身边。喜欢他的人很多，我不过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。可现在我离开了，他却追了上来。他想尽各种理由跟我搭话，在太阳下晒大半天，就为了和我偶遇。连我周围同学都察觉到不对劲，室友还恭喜我苦尽甘来，但一切都太迟了。大4的时候，我交了男朋友，叫萧迟衍。他不像谢晨有些沉闷，而是像太阳一样温暖。我俩在一起打打闹闹，总是很开心。谢晨不知从哪得知这个消息，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租的房子，我刚开门，他就死死抱住我哀求：绵绵，和他分手好不好？你明明喜欢的是我，别走，回来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脑海中那个温柔喊我学妹的学长浮现，但很快又如碎片般消散。我一把推开他，狠狠甩了一巴掌，然后关上门把他挡在外面。第二天开门，他还在，但我莫再理他，直到他离开。之后毕业，我更是彻底和他断了联系。读研出来后，就和萧迟衍领证结婚，我们的生活一直安宁又幸福，很快也有了宝宝。梦醒后，谢晨满脸泪痕，此刻他想起了所有记忆，他终于明白我以前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从没故意爬上他的床，拆散他和柳朝颜，可他却固执地认定是我做的，任由别人一次次伤害我。绵绵，对不起。他想起苏棉流产那天，医院走廊的灯光惨白的刺眼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整个人瘦得脱了形，而他却冷着脸说：这是你应受的惩罚。胸腔里翻涌的痛苦几乎要将他撕碎，他恨不得回到那天，掐死那个混账的自己。他正懊恼时，佣人敲响他的房门，说有客人来访。他下楼一看，竟然是柳朝颜带着柳家人来了，他们手上提着厚礼，满脸堆笑。柳朝颜一见到谢晨，眼前一亮，亲密地走上前：谢晨，好久不见。谢柳两家向来交好，谢晨打小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娶柳朝颜，他照着家里的意思和柳朝颜培养感情，学着做个合格的继承人。直到上大学，有个人意外闯进他心里，理智叫他远离，可内心的抑制不住的情感又推着他不断靠近，一心想对那人好。后来柳家拿两家多年的交情哭诉，婚约就这么定下来了。谢晨只好把那段感情藏在心底，谁晓得发生了后来那些事。谢晨一直以为是他和我对不起柳朝颜，所以想尽办法弥补，哪怕搭上孩子和我妈妈的命，哪知道全是骗局。谢晨现在气得简直想把他们生吞活剥。瞧见谢晨脸上毫不掩饰的厌恶，柳朝颜一家还厚着脸皮上前陪笑。他这才知道柳家快破产了。柳朝颜当初跟着那个富二代出国，好日子没过多久，就发现对方是个败家子，还骗他拿自家公司资产去投资，结果输得精光。现在柳朝颜回国，想重新当明星出道，可另一个未来是靠谢家给他拉资源，保驾护航，他才顺风顺水。现在没了谢家，他处处碰壁，折腾几年连个18线小演员都混不上，这才赶紧带着家人回来讨好谢晨。谢晨，我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好，可担心你了。我从小就会照顾人，要不我留在你家照顾你呀？柳朝颜说的情意绵绵，还想伸手去拉谢晨，却被谢晨一把甩开。我家不缺你这种心思不正的保姆。送客，佣人正要上前赶人，柳朝颜慌了，扑通一声跪下：谢晨，我错了，我当年是被那男人的花言巧语骗了，才做了蠢事。我后来才明白，我爱的是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可我爱的人是苏棉。谢晨一想到另一个未来发生的事，心就揪着疼。他好不容易有机会和爱人在一起，却被这种人给毁了。那个曾经爱笑爱闹的学妹变得麻木又沉默。谢晨手紧紧握成拳，指甲都陷进肉里，声音冷得像冰：柳朝颜，你想要机会是吧？我给你一次，把你当年做的事发到网上，我就答应帮柳家一次。你做梦！柳朝颜尖叫着跳起来，那种事要是发网上，他还怎么混？做不到就滚出去。谢晨让保镖把他们都扔了出去，接着联系各大集团制裁柳家。没过多久，柳家彻底破产，同时还查出柳朝颜哥哥勾结混混，到处殴打普通人，直接把他送进了监狱。柳家倒了，谢晨还没罢休，他联合当年知道这事的同学，把事情发到网上。柳朝颜一夜之间火了，可惜是黑红，仅有的那点粉丝纷纷脱粉，铺天盖地的谩骂朝他涌来。他还开直播卖惨，哭诉自己被网暴，
网友嫌他这模不要脸，更生气了，甚至有人跑到线下揍他。柳家本就破产，怕惹祸上身，直接把他赶出家门。这一切我都通过手机知道了，多年憋在心里的气一下子顺了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看身边的妈妈，又看看摇篮里的女儿，提议去公园散步。可刚到公园，又碰到谢晨，他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立刻朝我跑过来。他看看我，又看看我怀里粉嘟嘟的女儿，眼眶泛红。要是没那场意外，我和他的孩子现在都7岁了，会喊他爸爸了。就在这时，怀里女儿突然咿咿呀呀地伸手，朝着谢晨的方向抓了抓，圆溜溜的大眼睛里满是好奇。谢晨呼吸一紧，眼眶瞬间湿了，下意识想上前，我赶紧护着女儿往后退一步，警惕地看着他。谢晨茫然地看着我，像是想到什么，冲我喊道：苏眠，其实你记得，对不对？我无奈地叹口气，平静地看向他，记得又怎样？谢晨像是看到一丝希望，语气激动，绵绵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你回来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听了只觉得荒唐。谢晨，我平白无故担了恶名，还跟了你7年，可你呢？纵容那些人害死我的孩子，害死我妈妈，还不许我报仇，你凭什么要我原谅你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现在和我老公过得很幸福，你要是真觉得愧疚，就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说完我就走了，留他一个人在原地，无助地看着我离开。谢晨回去了，没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只偷偷从别人那打听我的消息，偶尔也会在我看不到的角落默默注视着我。他看着我带女儿出去玩，看着我和丈夫逛街，我生日那天他会让人匿名送一束我最喜欢的向日葵，然后默默离开。他不敢靠近，不敢打扰，像个幽灵似的，用最安静的方式守护着他早就失去的一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带着女儿出去玩，一辆车突然疯狂踩油门，朝我和女儿直冲过来。等车靠近，我看清开车的是柳朝颜，她被家里抛弃，又被网友骂，彻底疯了，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到处找我的信息，找到我后想拉我一起死，车速太快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只能下意识紧紧抱住女儿。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来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另一辆车从侧面狠狠撞开柳朝颜的车。我惊魂未定地抬头，透过破碎的车窗看到谢晨满脸是血，他的车被撞得变形，安全气囊弹开，鲜血从他额头不停流下来，可他却死死盯着我，嘴唇颤抖着，用尽最后力气问：你和孩子没事吧？我慌乱地摇头，颤抖着手要给他打120，他却好像预感到什么，一点不慌，只问我能让我看看这孩子吗？我把女儿的脸凑到他面前，他看着，满眼柔情地笑了笑，真可爱，希望你和他以后都平平安安。勉强说完这句话，谢晨就昏过去了，我怎么喊都没反应，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，我抱着女儿站在原地，看着医护人员把昏迷的谢晨抬上担架，手术室的灯亮了好久，医生出来摇摇头，医生以为我是家属，把谢晨手中的遗物给了我，是一张被血浸湿的照片，照片上是很多年前大学校园里在图书馆看书的我。这一刻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说实话，我恨过他，怨过他，但也清楚他是我情窦初开时热烈喜欢过的人。如今，所有爱恨都消散了，谢晨下葬了，我在他墓前送上最后一束花。他的助理过来告诉我，他把1半财产分给我，说是给我的补偿。我没拒绝，带着钱回到自己的生活。此后一生，如他祝福的那样，平安顺遂。2本一起看，体感像从情感修罗场一路飙到疗愈系安全岛。第1本是医圣工具人疯批财阀联名上线，单手接生那段我当场破防，后面断手、监控反杀、万蛇窟、劳斯莱斯五马分尸，爽点像烟火一次放满，不是狗血，是高压灭菌的火葬场套餐。渣男还想让女主单手也可以，哥们你单细胞吧。看到我直接把键盘摔成附件器材。第2本走的是时空自救流，与7年前的自己互通讯息，断开渣系男友，把过去塞回回收桶永久删除，妈妈线和孩子线戳到胃痛。后半段是人生补票，新老公新娃新生活，渣男在旁边开启幽灵守望者模式，毁到像在演公益反诈宣传片。
整体节奏顺，反转像洗衣机加强档，哭点与出气点交错。上头，林叔，以后你的手只用来签退货渣男单，刀交给命运，我们只负责开香槟。苏眠，你走得很帅，别回头了，前面全是阳光，让他们在回忆里自行原地爆炸。